从前，从前有一个5岁的孤儿，名字叫海蒂。她是个有着深褐色眼睛、黑色短发跟粉红色脸颊的漂亮小女孩。海蒂跟带着她长大的戴特阿姨一起住在瑞士。有一天，海蒂的阿姨在其他城市找到工作后，她的世界就转变了。戴特阿姨无法带着她一起生活。亲爱的，我们要去阿尔卑斯山找你爷爷，你会和他住一段时间，我工作结束后就会去接你，这是为了你好，你能理解吧？对，我懂。阿姨，你总是对我很好，我会带着我的娃娃一边等着你，我也很期待能够见到爷爷，我真的等不及了。在一段很长的旅程后，他们终于到达爷爷的小屋了。阿道夫爷爷跟着他的狗乔瑟夫住在一起，大家都觉得他是个阴晴不定又难搞的人，但他其实非常容易心软。戴特阿姨跟他解释情况后，就把海蒂留下了。海蒂跟爷爷一见到彼此就很喜欢对方。海蒂为这间小屋带来了更多活力，爷爷也渐渐习惯有海蒂的陪伴，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。他现在再也不会皱眉了。你到哪儿去了，海蒂？因为有你的陪伴，我觉得重生了。我爱你，我的孙女儿。爷爷，我也是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也喜欢待在这，但很可惜我没有朋友。这里有个男孩叫彼得，他跟失明的奶奶住在我们隔壁的小屋。明天我带你去认识他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真是太棒了！哇塞！这个叫彼得的男孩在课余时间是个牧羊人。彼得，向你介绍，这是我孙女儿海蒂。Hello， 海蒂。Hello， 彼得。去吧，你们一块儿去玩吧，怎么样啊？那天过后，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。海蒂跟彼得每天一起带着羊群们放牧吃草。他会像放牧的羊一样爬上斜坡，也会光着脚跑。彼得，快点！有一只小羊跑走了，快抓住它！别担心，它会自己回来的。好险，我吓了一跳呢。好的，我去采一些花，回去以后可以送给你奶奶，希望她可以给我一点新鲜羊奶。彼得教海蒂怎么挤羊奶，也帮所有的羊一一取名字。海蒂甚至在家煮汤跟烤面包带给彼得的奶奶。她乐观的个性影响了每个人。几年过后，戴特阿姨回来接海蒂，她要带她去法兰克福的有钱人家住，让她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跟生活。我不能让海蒂离开，她走了我怎么办呢？阿姨，不要带我走！我不想跟爷爷分开，不想离开，我在这里很快乐。海蒂，你即将跟有钱人家一起生活，你会住大房子，在好的学校受到教育。我才不在意那些事。我亲爱的孙女儿，你知道我有多爱你，而且我会很想你的。可是我认为你阿姨是对的，离开这里对你比较好。海蒂，你听我说，那个家里有个跟你一样年纪的女孩，你们会成为好朋友的。克拉拉不能走路，也没有朋友，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。来吧，你会比在这里更开心的。爷爷跟海蒂2个人都哭了。在长途旅行后，他们到达法兰克福了。那是一间巨大的房子。他们在门口见到管家罗顿迈尔小姐。欢迎，我是管家罗顿迈尔。我是克拉拉，欢迎你，海蒂。
Hello， 很高兴见到你们。海蒂，我该离开了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亲爱的。我相信你会跟克拉拉相处得很好的。要听罗顿迈尔小姐说的话。我亲爱的侄女，我爱你。见到罗顿迈尔小姐后，噩梦开始了。她总是皱着眉头，从来不笑。她是个非常重视纪律的管家。好了，现在欢迎会结束了，你立刻去洗个澡，把脏衣服给我换下来。我帮你准备了干净的衣服。好的，罗顿迈尔小姐，我会照做的。海蒂，你洗完澡可以来我房间，我们一起玩。好，太棒了！我会快点洗完去找你。克拉拉跟她的父亲、奶奶、管家罗顿迈尔小姐，还有其他佣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。大部分时间，她都待在房间，从来没有拉开窗帘或是开窗户。海蒂进到克拉拉房间时很惊讶，她立刻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让阳光照进来。一瞬间，房里充满了阳光。克拉拉，你看房间多亮，屋内有阳光，会让你觉得很舒服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海蒂适应新的环境，她又再一次让大家爱上她了。每天，海蒂都跟克拉拉一起玩跟念书。罗顿迈尔小姐定下目标，让海蒂成为一位有纪律的女孩。听好了，你要当个好女孩，不要乱跑或到处游荡。我很抱歉，罗顿迈尔小姐。海蒂试着遵守所有家里的规定，也跟克拉拉相处得很好，但她仍然很想念阿尔卑斯山，她爷爷还有彼得。她总是想着在山上跟羊群们一起跑。某天早上，海蒂无法下床，克拉拉的奶奶立刻来探望她。奶奶，拜托你送我回去。那个大家都喜爱、充满活力的女孩消失了。生病的海蒂没有胃口，她变得很安静。奶奶很担心，找来医生帮她看病。医生说她是想家了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她回去她爱的山上，所以他们决定送她回去她爷爷那里。谢谢你让我的世界改变了，海蒂，我会想念你。我很开心，克拉拉，请你原谅我，那里才是我的家。有机会，请你一定要来看我。即使是一段很长又很累的旅程，她还是很兴奋能再次见到爷爷。她开心地跑向爷爷，给他一个拥抱。爷爷，我想你，我想念这里看大家。我也很想你，我亲爱的海蒂，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了。你看，彼得也来了。嗨，彼得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海蒂，我们真的很想你，连羊群也是。每天他们爬斜坡的时候，他会告诉彼得大房子的事跟待在那里的时光。海蒂回来后，彼得开心的日子又回来了。我有一个新朋友，他叫克拉拉。其实这段时间我很想念他。也许有一天他会来这里找你。几个月后，海蒂的梦想成真了。克拉拉得到允许来阿尔卑斯山找海蒂。海蒂，海蒂，你看我来了！不敢相信你真的来了！欢迎你，克拉拉，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好久不见的两个人一直聊到深夜。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餐以后，海蒂带着克拉拉来到郊外，见到了彼得。克拉拉陪着他们一起放羊，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经验，他也很开心。但另一方面，他看到海蒂跟彼得在跑步翻滚的时候很难过。
不知道我有天能不能像他一样跑呢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。时光飞逝，克拉拉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生活，让身体更好了。她的气色变好了。在爷爷跟海蒂的帮忙下，她甚至开始从轮椅上慢慢站起来。克拉拉，加油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我好怕哦，跌倒怎么办？我们都在这里，在你旁边，所以你不用害怕。某天，克拉拉在看海蒂跟彼得赶羊，她突然看到一只牛跑向她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惊吓之余，她从轮椅跳起来，走了几步路。她在走路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其实牛是朝着牛舍跑去的，但意外的让克拉拉走路了。彼得跟海蒂看到的时候，惊讶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们立刻跑向她，并抱着她。万岁！万岁！好哎，克拉拉，你做到了！那天过后，她每天都多走几步路，1步、2步，直到她可以走很久。到了克拉拉该回家的时候，她父亲跟奶奶来接她。克拉拉坐在轮椅上等他们。当她看到他们，她站起来跑向他们，并拥抱走进小屋的他们，给了他们一个惊喜。他们一起坐着聊在阿尔卑斯山的日子。克拉拉提到牛的意外。克拉拉跟她父亲、奶奶多待了几天，才回去法兰克福。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。海蒂在阿尔卑斯山，克拉拉在法兰克福，他们互相通信。克拉拉给海蒂的信上提到，春天的时候要再来阿尔卑斯山一起跑步，还有挤羊奶。冬天终于来临，开始下雪了。一整个冬天，彼得跟海蒂都在玩雪橇。有时候晚上他们会坐在壁炉旁聊天跟读书。海蒂的爷爷会开心地在壁炉旁打瞌睡，因为他知道海蒂会在他身边。海蒂、爷爷还有其他人，从此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大家好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Kodosa， 并观看最受欢迎的童话卡通片，别忘了点击铃铛接收更新通知哦。